下一艘航母已经快要下水，不过仍然采用了常规动力。那么我国未来会有核动力航母吗？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样呢？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航空母舰作为国之重器，目前世界上能够拥有和独立制造航母的国家寥寥无几。截止今年，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之中，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仅有9个，其中拥有大型航母的国家只有美、英、中、俄4个国家，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就更少了。目前世界上只有美、法2个国家拥有核动力航空母舰。美国核动力航母独占鳌头，拥有11艘核动力超级航母，还有3艘在建航母，后续计划建造6艘核动力航母。而目前我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为2艘，都是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而现在正在建的新型国产航空母舰，虽然相比辽宁、山东2舰有了非常大的突破，但是其动力系统还是采用常规动力系统。专家认为，常规航母的续航能力相比核动力航母差距较大。一般的常规动力航母的海上航程大概在8000至1万公里以上，中国的红海贸易补给线就远在几千公里。如此遥远的距离，常规航母等到达地域之后，舰艇的内部油料也会所剩无几，因而无法长时间的保证我国海上贸易交通线的安全。但是核动力航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续航距离相比常规动力航空母舰来说近乎于无限。以美国现役的主力核航母尼米兹来说，采用核反应堆的尼米兹可以连续的在海上航行50年不靠岸。不过这也是理论上，因为航母携带的其他的物资如食物和弹药什么的，最多能够确保90天的用量，90天食物吃光了就得停靠补给。如遇特殊情况，则可以用补给舰进行生活物资补给，航母的续航时间可以大大的提高。据报道，核反应堆1公斤油可以产生2000吨重油燃烧出来的热量，可见其恐怖的能量转换效率。除了这些，核动力反应堆占据的空间也是非常狭小的，不像常规动力航母的动力系统需要加装排气道等诸多管线，这些东西复杂不说，还占据了大量的航母内部空间。烟囱发射的热流造成其红外特征非常明显，不仅容易被发现，还容易成为红外制导导弹的目标。核动力航母还可以制造电和水，改善成员的生活，节省下来的空间可以搭载更多的战斗机、航空燃油、补给品等，使航母总体实力得到综合的提升。中国的核动力母舰发展的是小步快跑的方针，先是建造自己的常规动力滑跃甲板航空母舰，然后再是常规动力电磁弹射大型航空母舰，最后才是大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目前正在建造的国产新型航母就处于第2种，此型航母据外界估计可能要建造2艘，等海军把大型电磁弹射常规航母摸透了之后，再搞下一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据外媒分析，有可能就是004型航空母舰。004型航空母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母建造计划中的航母型号，同时也将是中国国产的第4艘航空母舰，也将是国产第1艘核动力航母。004型航空母舰将是前一型国产新型航母的迭代型号，与其一样，还是采用平直甲板加更成熟的电磁弹射器配置。不光如此，004型核动力国产航空母舰将成为中国建造的有史以来吨位最大的航空母舰，总排水量高达11万吨，超过了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和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而随着中国综合全电力推进系统的完善，并且可以产生足够的电力，为定向武器和电磁炮提供充足的能量。预计这一型航空母舰将建造4艘。004由于其庞大的排水量和宽裕的内部空间，可搭载80至100架左右的作战飞机，数量超过美国福特级的75架舰载机数量。核动力系统可能采用4座核反应堆，功率达到25至28万马力，驱动004以每小时30节最高速度前进。而福特则是在采用2座大功率 A1B 核反应堆，可让福特号在海面上最高跑出32节的速度。004舰载探测系统也可能和美国福特级航空母舰一样，采用 DBR 双频相控阵雷达。中国的双波段相控阵雷达技术和美国处于同一水准线。
舰载机方面，004将来可能装备50至70架隐形的5代舰载战斗机，6至8架空警600预警机，还有数十反潜直升机以及10架以上的隐身无人机。舰载战斗机可能是以后性能成熟的 FC-31隐形战机。这种飞机相比歼15来说，体积小，重量轻，可以大量的携带。更重要的是性能优秀，和美国的同款5代机基本上性能持平。不过也不排除歼20上舰的可能，毕竟004机库的空间要比我国现役的航母大，因此配属1到2个歼20战斗机中队也是合理的。不光有舰载战斗机，004还可以搭载攻击11隐身无人机，有人战机操作指挥，可以充分发挥无人机集群作战的优势。而美国的福特号在舰载机数量上则可能落后中国004不少。福特可搭载44架 F-35C、7架 EA-18G 咆哮者战机，剩下的都是预警机、直升机、非作战飞机。因此在质量和中国战机相同的情况之下，在数量上就被我004航母全方位超越。综合以上分析数据，中国未来的核动力航母在综合实力上和美国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持平，甚至是超过，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们真心期待那一天会早点到来。